最近呢，北京有一个92年的男生，他来跟我分享了一段他怎么挑选女朋友的标准。大家来听一听哈，他说的是不是跟你们一样，有没有一定道理？他呢列出了几个原则哈。首先就是相亲加了微信之后不回消息的，或者回复的非常的慢直接他就拉黑了。其次呢就是聊天聊是聊，但是呢这样回复，真的这种也不浪费时间了，直接删掉。再者呢就是聊天还算积极，但是总是把他约不出来见面，这个呢就是摆明了要把你当备胎了，那也不浪费时间，也不浪费感情第四种呢就是聊天回得很快他也肯跟你出来约会，但是呢每次出来他都是让男生买单，反正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必须得讨好我这个样子这样的他觉得也算了。第五种呢就是约会约了好多次连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那人家真的根本就不喜欢你，不必强求的最后那一种呢就是微信也聊得来，愿意出来见面也互动得很好，偶尔呢人家还会买个单，这种性格也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愿意接受身体的一些轻微的接触，那1个月之后呢也同意做你女朋友的，这个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说追女生就一句话嘛，行就行，不行就撤了女生不是靠追来的，是靠选择的。如果人家不愿意做你女朋友，你再怎么追都是白搭。别拿什么等心动的女生出现了我再追之类的话自欺欺人嘛。那些说要专一只爱一个女人的人，你找不到女朋友真的就是这个原因。专一是在你找到女朋友之后要做的事儿，现在你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瞎专一什么呀？大家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那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朋友真的好难真的。你看看现在有渣女，有浪女，有捞女，有凤凰女，有巨婴女，还有妈宝女，强势女，还有要天价彩礼的，还有分手以后要补偿的，还有跟前男友藕断丝连的，还有让你一追好几年慢热的。更让人糟心的是有的人他还不止占一样，他占了好几样。你就说现在他找个正常的难不难吧？女生认为男女要平等，可是呢女生又认为不应该和男人共同努力一起凑钱买房买车。他们又说那句话，我耗费了自己的青春，我得给男人生孩子，我不能没有生活上的保障好像男人是没有青春似的，男人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都是地上捡的，男人就不需要安全感的。其实不过是人性自私贪婪，打着所谓的贫穷的幌子在疯狂追求特权而已。你觉得这样的算正常吗？如果婚姻就是一个交换的话，那以这样的底层逻辑，男人在支付了大量的金额之后，他是不是又可以拿钱去再换一个更年轻的呢？你生完了孩子，他也出了高价彩礼，扯平了，结亲了，然后我还可以把你扫地出门，这样的结局你们又能不能承受呢？有这种思想的女人她正常吗？她们找对象就如同选商品一样，只要求性价比，然后优胜劣汰，这样的思想你觉得正常吗？听他这么说完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有这种思想的姑娘们，真的你要反思了，你们要重新认识一下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才会牢靠，才有安全感。真的只有钱这一个标尺吗？咱们在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你知道现在的男生都是怎么筛选女生的吗？他们有以下几个原则男生们也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第一点相亲前就各种打听你们家房子多大在什么位置，有没有贷款，车子呢是多贵的是什么档次的，这种就冲着物质来的直接就不用见了。第二呢，相亲认识的女生加了微信不回信息的，就视为没看上，可以立马删除了。如果大半天才回你的，就可以不用搭理他了直接 pass。第三呢，加了微信聊天回复总是哦呵呵这种的也可以直接不用聊了。第四种加了微信聊天也比较积极，但是呢总是找各种借口约不出来见面的，这种可以视为被养鱼了做备胎了，这种也可以马上放弃的。第五呢，微信回复也积极聊天，但是出来约个会完全是男生在买单付出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得跪舔我的样子这种公主病的还是下一位吧伺候不了的。第六呢，出来见面好几次了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明显就是不喜欢你，
勉强跟你在一起试试而已，估计再接触迟早也是没戏的，放弃吧第7呢，加了微信主动打招呼，积极回应，能够约出来见面，能主动互动的偶尔呢还会买个单，送你个小礼物，不跟你作，不跟你闹也不跟你要转账，性格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呢，可以接受牵手拥抱约会1个月以后，男生如果表白就同意做女朋友的，那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的女生。所以现在的男生说嘛，相亲女生不用追如果要追就高效一点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女生不是追来的，女生是选择来的。如果说一个女生不愿意做你的女朋友那你怎么追怎么舔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想等到一个心动的女生出现了你再追因为你觉得男人嘛不能做这种广撒网的事太渣了，应该专心一点追一个女生就行。你看看这个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专一它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是你找到了女朋友之后一心一意对人家，这个时候呢才需要你去专一的。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专一个鬼你是不是这样子最近有个事儿我挺感触的。在相亲的时候呢，那些主动的女生真的比较吃香我一说这句话可能有的女生又要骂我了你先不要喷听我把这个事说完真的我见了很多前几天有一对领证了那来给我报喜嘛。其实我真的知道这个女生她真的会嫁得很快的因为她情商真的很高。就是半年前我安排她跟这个男生见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现在呢真的是僧多粥少，优秀的男生嘛毕竟不多嘛，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2个女生给这个男生见面。这个男生的条件呢是真心不错的他在银行工作，是个硕士学历，北京呢有房有车90年的1.8米的个儿，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了，所以2个女生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呢都有发展。结果男生呢对这2个女生的条件他都挺满意的长相他也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呢他有一点分不出伯仲来不知道哪个更好一些，所以他觉得呢要不然跟这2个女生都接触再说那么经过了1个多月接触下来，这个男生决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呢他原本其实内心呢他是有点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呢他说那个女生明显就是个慢热的发个信息真的是要半天才回复每次约他出来都要约2、3次都说自己没时间呀什么的，平时聊天话特别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那出来约会呢从来这个女生不会买单的，她连1瓶矿泉水都不会买送她回家呢一直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她连声谢谢都不会说这个男生也给她送过小礼物什么的那这个女孩呢是欣然接受从来不会回馈任何东西。那这个男生呢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她到底是很享受我追求她这个过程呢，还是根本就不喜欢我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真是不一样那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享受着这个男生追求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而这个主动积极的女生已经跟这个男生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呢会给这个男生去做一点烘焙做点小饼干做点小糕点呀。他们约会的时候呢，她会带上2个人一起吃真的挺有意思的她不会半天不回信息看到就会回的并且这个女生她会主动约这个男生出来比如说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呢她会主动跟这个男生分享她今天的心情。那这个男生请她吃个饭呢，她一定会请这个男生喝个茶呀，喝个咖啡男生请她看个电影呢，她也会买个奶茶呀买点零食男生给她送的小礼物呢，她一定会回馈一个小心意的。而且这个男生每次送她回家，她都会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非常开心的一天那这个女生真的很可爱直接就秒杀了那位慢热的。结果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过这个慢热的，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他说没有我挺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好像也没什么耐心。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位呢？咱们评论区聊聊。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比如说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
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千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千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她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我不否认婚恋市场上呢，确实有很多的女人，她比男人厉害多了。但是呢，她们来找对象一开口就是自己是某某头部企业的高管，年收入呢几十万上百万，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言下之意呢就是自己有多优秀。但是可惜她们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最近就有一个姐妹36岁了，海归的硕士某互联网大厂的高级管理，年薪100万。她来了呢，就往那儿一坐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毕业于海外某某高校现任呢中国某头部企业的高管，年薪100万，北京有房有车存款呢7位数，自认为保养得非常好，看上去呢也就28岁左右，心态还很年轻，可以接受姐弟恋。于是呢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啥样的？他说我最多能接受比我大3岁以内，硕士以上学历未婚的，市中心必须有房子，面积得大于自己的房，最好呢有2套以上，收入方面呢最好是自己的收入的1倍以上，工作能力一定得比他强的，要让自己有仰慕感、跟随感，否则呢没有吸引力。如果年纪比自己小，可以接受条件不如自己的，但是呢得长得帅得有上进心，我也不能等待他太久陪他成长吧。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头皮都麻了于是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亲我觉得吧你更适合单身的，干嘛非要委屈自己结婚呢？你看你有车有房有存款，生活的逍遥自在多好为什么非要结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你自己想一想，你要找的这个男人年薪几百万就比你大2-3岁，事业有成，
估计外貌方面你也不想找太丑的，对吧？比如说身高太矮的、秃顶的、大肚腩的啊，这些你肯定看不上吧？那如果人家要是有那个条件呀，他可能根本就不找咱们这个年纪的。于是他就说啊，那我也足够优秀呀，我不像别的女人什么都没有，我还要这要那的，最起码我不双标吧。于是我想啊，我要是再不跟他说点实话，他这个梦啊得做到70岁。我就说啊，这个婚恋市场啊，女人过了35岁以后就很难会遇到优质单身未婚男人选择你了。过了40岁啊，那根本就不要想了，概率为0。何况那些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你以为他们喜欢女强人吗？喜欢高级知识分子吗？真的未必啊。越有钱的男人，他越不在乎女人你能赚多少钱，他们只在乎这个女人年不年轻，漂不漂亮，性格温不温柔，胸大不大，腰细不细。可是他还是听不进去说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你说的那么肤浅的吧。我真的是服了他了啊。我说现实就是这样的。那隔壁村的老王今年55岁了不肤浅一辈子了，是个女人就行。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了我还没有见过不肤浅的有钱男人。再说了喜欢年轻漂亮的就是肤浅吗？那你也一直在强调男人的物质条件，就不叫肤浅吗？相对于年轻女人来讲，你没有人家年轻，也没有人家胶原蛋白多了，性格瞅着还比较强势。有钱人娶你回家干什么用啊？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呢？别忘了给我留一个小心心再走哦。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这件事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大家都27、8岁了，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他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她的这2个闺蜜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这儿吃苦了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她。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别人呢都好好的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吗？
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你配得上这样的男生，但是呢，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实力，你却不知道。前不久呢，我这里来了一个92年的女生，她呢想跟我聊一聊自己的择偶定位，因为她说自己从25岁就开始相亲了要求条件一直都不算高没有变过，但是这几年相亲下来没有一个谈成的。之前呢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男生有点意向接触一下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不合适就收场了。她说自己是92年的，想找一个大3岁以内的男生不算过分吧。自己呢是体制内的工作，想找一个同样是体制内的，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然后呢，收入方面比自己高一点就行，他一年呢12万，对方呢有个30万就 OK 了。在北京这样的收入的男生不是很多吗？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算高另外的话呢，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有房子也有车。然后学历方面，因为自己是个硕士嘛，所以呢希望对方呢也是个硕士，这样呢也算是很对等的，对吗？身高的话，自己1.65米，要求对方175，这个也很正常，是不是？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从条件的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一点都不过分，非常的正常，并且匹配的很好没有高攀也没有下架，挺合适的。的确，你的条件应该配这样的男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忽略了。我给他分析了一下，一个在北京的男生，年龄34岁以下，身高在175以上，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年薪30万以上，还是个硕士的学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就从年龄这一项来讲，他可以从20岁到30岁的姑娘中筛选，而且基本上比你年轻的女孩们也都想找这样的男生，条件要求都跟你差不多。而一个女生的年龄又是男人最看重的一项，但是你自己呢，3个年龄段的男生，从学历来讲，男生呢可以从大专选择到硕士，这一点他的选择范围仍然比你大很多。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收入房子车呀，这几项是男生不太看重的东西，所以你有车有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毕竟就算结婚之后，你的还是你的，他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对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们肯定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你在匹配对象的时候不要去跟男生匹配条件，而是要跟你的竞争对手去对比一下，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才是对的。其实现在结婚率已经非常低了，基本陷入了一个死局。因为好多的女生找对象如果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就不要那男生呢，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给我用我也不要你。有的男生觉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呀？而没有的男生呢反正我啥也没有嘛我就不找了，反正我也找不到。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女生呢又觉得那我啥都有了，我找个男人干嘛呀？男人呢觉得我有别墅靠着大海我多有钱，我更不想找了，我找谁我都吃亏总之呢，很多的女生不管有没有都不满足，很多的男生呢不管有没有都不大情愿，比来比去选来选去都30好大几了好多呢好像自己过也没啥大不了的，那就接着自己过呗，反正都习惯了，所以他们都结不上婚。你们说对不对？